嗨，大家好，我是小安。今天我们来聊 Intuit，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跨国计算机软件公司，主要开发财务、会计和税务相关的软件及服务。想聊这家公司，是因为它刚刚发布了第三季度财报，并且紧接着股价再次大跌，再创新低。就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财报看起来都满足预期，股价却又跌了呢？现在到底能不能买？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为什么 Intuit 的股价跌了又跌，它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Intuit 这家公司。根据最新的财报，Intuit 的业务主要分为 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 和 Consumer 两大块。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 这个板块主要服务于企业、商家和雇主，它的核心是以 QuickBooks 生态系统为中心，具体包含了三大核心业务，一个是线上会计，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账目管理、发票处理、财务报表等下写服务；第二个是线上增值服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 Money， 也就是资金管理，包括商家收款和企业商业银行账户；另一个是 Payroll， 也就是薪酬管理，帮企业自动计算员工工资、代扣代交薪资税；第三个方面是 Mailchimp，这是 Intuit 在2021年耗巨资收购的板块，是自动化营销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向客户发送营销邮件，管理客户关系。Consumer 下面包含着 TurboTax、Credit Karma、ProTax 三个子业务。最核心的产品是 TurboTax， 这是国民级的大众自主报税软件，它帮助个人消费者在每年的报税期自主计算、填写并向政府申报个人所得税。所以你会看到每年 Intuit 的第三季度财报中 TurboTax 的收益会非常高，因为第三季度是美国的传统报税季。Credit Karma 这是 Intuit 2020年收购的一个个人金融管理与消费信贷推荐平台，它向用户提供免费的信用评分和信用报告监控。通过分析用户的信用画像，该平台会个性化地向用户推荐适合他们的信用卡、个人贷款、汽车贷款、保险以及储蓄账户等金融产品。它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向合作的金融机构收取佣金。ProTax 是专门针对专业会计师、报税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所开发的专业报税与协同软件。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 一般占总营收的 59%，Consumer 一般占总营收的 41%。Consumer 下面的三个子业务占 Consumer 总营收的比例，如右下角这个图表俯视。TurboTax 占大头，约 62%到 67%， 但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Credit Karma 约占 25%到 30%， 并在逐年递增。ProTax 占比基本不变，约占 9% 左右。总结来说， Intuit 的业务版图主要由 TurboTax、QuickBooks 和 Credit Karma 三大支柱构成。作为一家市值1000亿美元级别的财务软件帝国， Intuit 的产品线非常长，在市场上并没有一个全能型的单一对手，但是在不同的细分赛道上面临着几批非常强悍的竞争对手。在税务赛道，也就是 TurboTax 的对手是国家队。在个人报税领域， TurboTax 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近年来，美国国税局正在大力推广官方免税直报系统。正如 Intuit 在电话会议中承认，他们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低端、价格敏感型 DIY 市场输在了价格上。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免费的官方渠道蚕食了市场份额。另外还有 HRBlock， 这是一家传统的财务巨头，在线上 DIY 软件上提供了更低的价格，在线下它拥有庞大的实体门店和会计师网络。TaxSlayer 和 Drake 在中低端市场以极高的性价比吸引着那些不需要复杂报税服务的普通薪资阶层。在中小企业财税方面，也就是 QuickBooks 的对手主要有3家，一家是 Xero， 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财税巨头。Xero 在澳洲、英国、
欧洲市场已经把 QuickBooks 打得非常被动，目前正在全力渗透美国市场。Xero 的页面更现代化 ，API 生态更开放，非常受年轻一代云原生创业者的欢迎。另外2家是 FreshBooks 和 Wave， 他们专注于微型企业或自由职业者。QuickBooks 随着功能越来越强大，系统变得相对臃肿，而且价格昂贵。FreshBooks 和 Wave 得以极简的发票和记账功能，精准收割刚起步的小老板。随着 Intuit 推出 Intuit Enterprise Suite， 向中型企业市场发起冲锋，它直接撞上了传统的 ERP 巨头 Oracle NetSuite 和 Sage Intacct。当中小企业员工人数变多，业务变复杂时，通常会选择从 QuickBooks 毕业，升级到 NetSuite。Intuit 本季度实现中型企业市场 38% 的高增长，正是试图把这批要毕业的客户留下来，因此与 NetSuite 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在金融赛道上，也就是 Credit Karma 的对手有 NerdWallet 和 LendingTree。在个人信用分查询和贷款推荐领域， NerdWallet 和金融机构自建的免费信用分系统，比如大通银行的 Chase Credit Journey，重大严重的分流流量，这也导致本季度 Credit Karma 的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在营销赛道上，也就是 Mailchimp 的对手有 HubSpot 和 Klaviyo。Intuit 当年花巨资收购 Mailchimp， 意图将其打造成 QuickBooks 客户的营销工具，但如今 Klaviyo 在电商领域风头正劲， HubSpot 在中小企业 CRM 领域近乎垄断。在本次电话会议中，管理层直接承认 Mailchimp 收入同比下滑，并宣布裁员并缩减对 Mailchimp 的投入，可见在这场竞争中吃到了苦头。在对 Intuit 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 Intuit 的股价跌了又跌。我觉得主要有3个原因，一个是 TurboTax 增速明显放缓。第3季度是美国的传统报税季，也是 Intuit 旗下消费税收软件 TurboTax 的绝对盈利支柱。从财报数据来看，25财年第3季度 TurboTax 营收为 40.78 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 11%。26财年第3季度 TurboTax 营收为 43.64 亿美元，虽然绝对值在增加，但同比增长率大幅下滑到 7%。作为最赚钱的旗舰业务，增速从2位数 11% 掉到了个位数 7%， 直接引发了市场对税收业务触及天花板或竞争加剧的担忧。第2个原因是总营收整体减速，不仅是报税业务，公司整体的增长引擎也在换挡。25财年第3季度的总营收增速为 15%，26财年第3季度的总营收为 85.58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放缓到 10%， 说明除了 TurboTax 外， Intuit 的其他支柱板块在26财年第3季度也未能带来惊喜，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比如 Credit Karma 25财年第3季度同比增速为 33%， 26财年第3季度同比增速 15%， 增速腰斩。第3个原因是未来指引没有达到市场高预期。财报给出了26财年第4季度的指引，预计第4季度总营收为 42.47 亿到 42.8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预计是 11% 到 12%。预计26财年全年总营收增速在 13% 到 14%。对于溢价市盈率通常维持在高位的 SaaS 与软件巨头而言，市场往往计入了 15% 甚至更高的增长预期。全年的指引上限 14%， 以及本季度全线放缓的成绩单，坐实了增长不及预期的预期，从而导致资金在财报后选择获利了结，引发股价大跌。有朋友会说，不对呀，在电话会议中，管理层提到这个季度整体业绩表现强劲，而且在执行人工智能驱动的专家平台战略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是不是说 Intuit 已经把 AI 这匹野马驯服了呢？如果真的是已经转型成功，股价即使不涨，也不应该大跌呀。根据电话会议内容，管理层口中的强劲表现
主要体现在3个领域，分别是 Assisted Tax、Money Portfolio and Mid-Market。这3个领域都实现了高于 30% 的爆发式增长。Assisted Tax 也就是人工辅助报税，或叫 TurboTax Live， 引入了真实的人工税务专家。虽然传统的 DIY 低端用户在流失，但愿意付费给线上专家的客户群在增长。在电话会议中，管理层预计全年 TurboTax Live 的客户数量将增长 38%， 营收将增长 36%， 远超他们长期规划的 15% 到 20% 的增速。Money Portfolio 包含中小企业支付、中小企业信贷以及消费者的快速退税与理财服务。Mid-Market 针对中型企业的企业级服务。虽然这3大领域发展强劲，但依然改变不了总营收增速在放缓的事实。这是因为这些新业务在总营收中的权重以及他们所付出的成本还没有达到能让利润整体原地起飞的临界点。比如，虽然 TurboTax Live 增长 38%， 但 TurboTax 总增速只有 7%。这是因为传统的 DIY 报税基数庞大，大约是50亿美元的市场， TurboTax Live 基数还比较低，虽然增速快，也掩盖不了低端市场的流失。而且很多 TurboTax Live 的高增长客户其实是从原有的高级 DIY 客户升级上来的，所以这部分营收相当于只是在内部做了转移。虽然单客收入提升了 11%， 但它对总营收的净增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TurboTax Live 引入了真实的人工税务专家，这意味着每多做一单业务， Intuit 就要给线上的会计师付真金白银的提成和工资，这也是导致利润没有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管理层描绘的 AI 驱动的专家平台和服务及软件听起来很宏大，但作为看重真金白银的投资者，我们不能只听故事。那么如何判断 Intuit 的转型是否开始走向成功呢？关键要看 AI 是否真正开始拉动盈利，可以从下面这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毛利率开始止跌回升。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议稿中提到，他们的 Accounting AI Agent 和 Business Tax AI Agent 正在大规模处理交易。如果 AI 开始显灵，它应该能够替代人类会计师做大部分基础工作，比如数据录入、初级审核。所以当你看到毛利率开始摆脱人工成本的拖累，重新向 85% 以上的高位逼近时，说明 AI 的规模效应出来了。第二个是按量计费模式变现速度开始提升。Intuit 首席执行官 Sasan 在电话会议中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模式转变，今年8月将推出全新的 AI 产品线，并引入按使用量计费的模式。传统的 SaaS 是按人头收固定年费，如果改为按 AI 完成的工作量或工作成果计费，而且客户展现出极强的自愿订购意愿，那么在未来几个季度的财报中， 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 细分下的 Total Online Ecosystem 营收增速应该会率先重新反弹到 20% 以上。目前第3季度的同比增速是 18.7%。第3个方面是 DIY 低端用户停止流失，平均每单收入提升。由于美国国税局免费系统的冲击， Intuit 在低端 DIY 市场流失了用户。目前管理层计划通过推出更便宜、更精简的阵列来反击。低价产品赚不到钱，但可以留住用户。Intuit 的算盘是用免费或极低价格稳住低端客户，然后通过 AI 自动画像，在全生命周期向他们交叉销售 Credit Karma 的金融产品或 TurboTax 的升级服务。Intuit 近年的重点也从单纯的用户量增长转向了高价值用户转化，所以即使总付费单位数量增长放缓，但平均每单收入在增长，就可以实现整体收入的增长。综合以上分析，预计在第4季度财报出来前，股价缺乏向上突破的催化剂，大概率会维持在相对低迷，
震荡筑底的状态。8月底公布的 Q4 财报不仅是结转26财年，更重要的是高管会给出27财年全年的业绩指引。因为公司将在8月份推出全新的 AI 生态产品线，并且全面上线按量计费的新定价策略，所以27财年的第1、第2季度将是验证新产品的关键时刻。如果那时候总营收的增速实现高增长，而且毛利率没有恶化，那就是转型成功的信号。所以目前正在观望的朋友可以不必着急入手，因为既然预判了它将处于低迷状态，就没必要在此时重仓去赌它的微型反弹。已经入手的朋友也不必过于担心。Sasan 在电话会议中也提到，企业平时可以用谷歌或大语言模型去搜索查资料，但你绝对不可能用一个通用大语言模型来运行你的公司，因为你管理的是账本，是现金流，是员工的薪酬。在这些生死攸关的领域，准确性和合规性重于一切。Intuit 自身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和调整策略，应对 AI 的冲击，包括推出全新的 AI 生态产品线、裁员17%、股票回购等。正如我在上一期视频中提到， AI 对 SaaS 公司来说，就如同我们祖先第一次发现野马。如果一家 SaaS 公司能够利用自己对垂直行业的深厚理解，迅速把 AI 驯服，变成自己软件系统里最核心的发动机，那么 AI 不但不会变成它的终结者，反而会变成它降本增效、扩大业务能力的超级大杀器。我很看好印图，相信它很大可能会转型成功。请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